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修读数学医学，我是慈济大学一机系慧茹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重头戏了。数学医学当中呢，最重视的就是 ABO 血型也跟我们最亲切的我们可能很早就知道这 ABO 血型我们超亲切的，我们一起来认识它，可能还会从实验的面向来一起来了解怎么鉴定出来 ABO 血型啊。首先呢，我们来提一下这一位发现 ABO 血型的人他是在1901年来进行这个实验室的工作。那我那时候去念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趣。他很可爱哦，卡尔他就找了实验室的人，好，然后就说来，大家抽个血。这时候他也很特别，他居然有记得把大家的血来进行离心，那就分成下层的红血球跟上层的所谓的血浆的部分。好，那接下来他就开始把实验室的不同的人的这两个红血球或者血浆，然后混一混，两混一混。他发现一个奇妙的结论，有些人的可以放在一起，有些人的不行然后他那时候是归纳出3种不同的血型，然后才发现说，有这个 AB， 那时候是先讲 C 啦然后后续才陆续的改名称。那卡尔也因为这样的事件发现了 ABO 血型，那因此呢也得到一个诺贝尔奖所以上面诺贝尔的一个网站上面有这一段历史的介绍，甚至于在诺贝尔的这个网站上面还有一个小游戏是有关那个 ABO 血型的鉴定，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比对看看那个小的界面的游戏也蛮刺激的，就是他会先告诉你病人是什么血型，你要用什么血型的血液样品去救他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看在1901年由卡尔首先发现了 ABO 血型，那因此呢，当时或者说现在回想起来，他为什么这个 ABO 血型怎么这么容易被发现？那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好，第一个是 ABO 血型其实是在红血球抗原系统里面数量最多。那 ABO 血型系统也会分布在红血球以及组织当中。红血球系统呢也是它的抗体呢是大多数都是属于 IgM 的一个形式，所以它是一个5聚合体的一个形式所存在的抗体。最后一个特性，大家可能要特别记得，它是这个血型系统里面唯一有以下这个特性。什么特性？好，也就是当这个个体它的血清当中如果有这个抗体的时候，它的红血球上面就不会有相对应的抗原。听起来很悬疑等一下我们透过图表的方式来看看。但是大家一定要特别记得的是，只有 ABO 血型具有这样的规则以及特性，因此呢，像 anti-A、anti-B 跟在这个系统里面我们称之为规则抗体，那其他血型系统的抗体呢，我们就称之为不规则抗体。好，我们透过图表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首先呢，有一个样品进来了全血的样品进来了，我们透过离心的方式可以分成下层的红血球跟上层的 plasma。好，我们先来看 AB 型血型。所谓的 AB 血型的意思，也就是红血球上面有 A 还有 B 抗原，我们就称之为 AB 血型的人。那相对应来讲，它的血清里面就没有所谓的 anti-A 以及 anti-B 这2个抗体所以要具有这样的规则性，有点类似相反的意思。当我红血球上面有这个抗原，血清当中就没有相对应的抗体记得这样的规则。那我们再来练习一个好了，好，我们来练习 O 型的。O 型就表示我们的红血球上面没有 A 抗原，也没有 B 抗原 ，OK？ 所以相对应来讲 ，O 型的人的血清里面就一定有 anti-A、anti-B 抗体。好，所以要具有这样的规则，那也是在我们 ABO 血型系统里面的蛮具有特色性的一个规则那因此在后续的实验，我们会透过这个规则来加以应用，作为我们 ABO 血型的鉴定。好，接下来我们再多认识一下这个 ABO 血型的一个抗体的特性。那它大多数属于 IgM， 刚好特别提到。那我们在之前第1大单元的时候，我们还特别学了红血球之间会两相斥。
形成一个距离美就红血球之间，它有所谓的一个距离，那距离大概是25个 nanometer。但是当 IgM 这样的抗体来的时候，IgM 本身的大小就已经是35个 nanometer， 所以很容易，虽然你们两间很有距离，但是我比你们更大就把它们抓在一起hold 在一起，所以很容易看到红血球凝集的一个现象，两红血球一下子就被 IgM 这样的抗体抓在一起。那 ABO 的抗体呢，它也能够活化补体。那因为 IgM 的特性是可以在室温甚至更低的情况下来进行反应。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强而且非常直接的一个红血球凝集的现象。因此，有了这些特性，在实验室工作里面就会变得相对容易一点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那因为例行性要进行 ABO 血型的鉴定，那又符合刚刚的规则，那我们可以拿到红血球上面的抗原的鉴定，又可以拿到血清里面的抗体鉴定，然后两边的数据要相反，那我们就可以拿到2个不同的实验室数据来加以鉴定它到底是哪一种血型。好，那临床上是这么做的，有2个实验。第一个实验叫 forward grouping， 不过我们通常是一起做哈。那 forward grouping 呢，我们又称之为 cell typing， 就是细胞分型。那老师用卡通图的方式让大家快速了解，因为等一下会不断的出现抗原、抗体、抗原、抗体。那像我的学生们最常弄错的是，老师到底是谁的抗原，是谁的抗体？因为其中一个来源是试剂，不是病患的哈。所以在细胞分型上面呢，所使用的是病患的红血球，好，所以这时候是红血球上面的抗原，再加上我们买来的试剂里面的抗体来进行测试。好，所以第2个我们会做的实验呢是 reverse grouping， 也就是 serum typing 血清分型。那意思就是我们拿的是病人的血清，再加上买来的试剂红血球悬浮液来进行实验。因此我们在观察红血球上抗原抗体的一个反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血清学的一个分级来让它的一个凝集反应进行阴性到1价、2价、3价、4价的一个分级。那在这边呢，老师提供一个前面这一堆呢是它分级的图片，后面是它的文字叙述，来帮助大家知道一下，哇，原来是可以透过这样的分级来将凝集反应分类哈。那分别可以从4价开始，就一个强凝集块，所以只有一大块，背景非常清晰，到凝集块变成许多的大型的块，但背景还是清晰。2价部分呢是中型的凝集块，背景清晰。那1价的话就已经是小型的凝集块，非常小块，然后背景开始有一些沙沙，然后脏脏的感觉哈。那如果是 negative 的话，就没有任何的凝集块，背景也非常的干净。可以透过这个图片以及文字的方式来让大家更理解如何做分级。好，那既然分级的必要性是什么，好像还没跟大家说明哈。那在临床上，为了要把它分级，其实是为了以下5点非常重要的事情可以来协助。第一件事情是标准化，也就是不同人员在操作的时候，可能对这是阳性，这是阴性，只做这样的区别，其实不能有利于后续的一些实务上面的应用。因此，我们透过刚刚的标准化的分类可以协助人员之间判读的一个误差。那第2个呢，其实透过分级的反应，可以协助我们侦测出更多的抗原种类。例如，这个试管反应是2价，另外一个是4价，那怎么突然间价数变强了？我们就可以推敲出，那可能是还有更多的抗体在里面。第3个呢，它的一个协助呢，就透过这个分级系统呢，我们可以来找出具有剂量效应的抗原。我这边举例一下哈，剂量反应呢，通常跟这个 homozygous 或 heterozygous 有关，也就是2条染色体上面带有同一个基因的话，我们就称之为 homozygous。那如果只有1条的话，就称之为 heterozygous。那以下以大 M 的这个系统来进行说明。如果是 M 胎大 M 加上MM RBC 红血球上面的2个都是 MM 的红血球哈，
那表示呢，在这个 homozygous 的表达量上面，红血球的大 M 这样的一个抗原量，其实是比一个 M 的抗原量来得多。那我们看到的凝集反应是4价，那第二个 heterolygous 呢，只有一个 M， 对不对哈？所以它的抗原量比较少，所以因此凝集反应我们看到的是2价。哇，所以实验室端如果看到有4价跟2价这样的差别，我们就可以回推它有机会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具有剂量效应的抗原系统。那第4个是我们在观察刚刚提到的 ABO 血型系统里面的一些凝集现象的时候，本来预期它应该都是强凝集3价4价，刚好特别介绍它的抗体是 IgM， 而且是强凝集的反应，所以我们通常都属于3价4价大凝集块的一个呈现。如果突然间怎么会是2价1价？比较特殊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实验室数据去推敲，会不会是有 subgroup 这样亚型的存在，或者有其他的可能性。第5个，会不会是有伪阳性的反应出现？那我们都可以透过分级的这个制度，可以协助我们5大的实务工作的厘清。那再帮大家统整一下哈。好，透过凝集反应的分级，可以协助我们1标准化，2找出多于1个抗体的可能性，3帮助我们侦测出有剂量效应的抗原系统。第4，可以协助我们找出 ABO 血型鉴定上面不符合正常预期的一个反应。第5，可以协助我们侦测出伪阳性的一些反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临床工作上面，我们会将红血球凝集的这种反应进行分级。好，接下来要进实验室咯。好，首先我们来到的是 cell typing 细胞分型。再复习一次，我们拿着病人的红血球，再拿买到的试剂，那里面这个试剂呢是抗体的部分。那通常呢，anti-A 这个抗体买来的试剂，它通常是用蓝色的这样的一个 solution 容易来表示。那如果 anti-B 的话，它大致上都会把它泡成黄色，让我们来有效区隔。不过上面也是有文字，然后也有颜色的区别。那我们来练习第一个哦。如果拿了病人的红血球，加上蓝色溶液的 anti-A， 反应是 negative 0。第二个，拿了病人的红血球，加上黄色的 anti-B 加进去的反应，凝集反应是 negative， 标上0。最后是表示它是哪一个血型的呢？总共才4个血型哦。等，想一想，红血球上面没有 A 抗原，所以凝集反应0 negative。没有凝集反应，就表示上面没有 B 抗原。那意思就是我这个加进去的红血球上面没有 A， 也没有 B 抗原，所以它就是 O 血型。其他血型顺便看一下哦。好 ，OK， 那我们再回来看第二个。第二个呢是 serine typing， 也是血清分型。我们拿着病患的血清，然后来进行买来的红血球全复利的添加，来进行凝集反应的观察。好，我们一样来试第一位。第一位加了 A1 细胞，买来的 A1 细胞，好，加进去凝集反应4价，加了 B 细胞，凝集反应4价，那就表示病人的受试的这个样品血清当中是有 anti-A 也有 anti-B。具有这样特性的呢，就表示是 O 型血型的人哦。所以透过血清for and reverse grouping 的分类，细胞分型跟血清分型，我们就可以得到2种不同来源的证据，来协助我们进行 ABO 血型的鉴定。那我们再看一次哦。好，细胞分型加入 anti-A 凝集反应 negative。加入 anti-B negative， 表示上面没有任何的 A 跟 B 抗原哦，就已经几乎可以推敲它是一个 O 型血了哈。来，我们还有个规则可以来找，当我病患patient 的血清加入 A1 细胞4价反应，加入 B 细胞4价反应，表示血清当中有 anti-A、anti-B 抗体，2个一对，没错，我更有信心了，这个patient 一定是属于O 型血。好，
那再稍微了解一下，我们买了那么多试剂，也要了解一下它的背景，然后来了解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凝集反应到底为什么这么的强烈，3、4价哈。首先第一个是我们买来的试剂 anti-A、anti-B 的试剂，它都是属于单株抗体的来源，那它有高特异性，意思就是它对于 A 这个抗原呢具有极高的辨识程度。那它是属于 IgM，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室温下做实验，很快的可以在看到它的凝集反应。然后通常使用这一类的 anti-A、anti-B 试剂，大概使用1到2滴就可以。那预期可以看到的一个强凝集块呢，是到3价到4价。好，最后 reverse grouping 里面，也就是血清分型，这里面拿到的来源呢，这就没办法自己制造了哈，通常是从human source， 就是人的这样的一个来源。那因为它的需要的试剂是红血球全服役，然后通常会预测它的凝集反应是2到4价。在这边呢，我们也可以特别看到，在 forward grouping 预期的凝集反应是3到4价，在 reverse grouping 预期的反应是2到4价。学生就提到啦，一个是3到4，一个是2到4，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差别呢？首先我们要回到方法原理 ，reverse grouping 针对是血清当中的抗体。那抗体的量呢，原本就会有一些高高低低的情况，还有跟病人的身体的状况会有一些相关性，所以呢，它抗体的量就会影响到最终的凝集反应。所以在这个课本所整理的 expected reaction 的强度，也就写成了2到4价的一个情况。好，最后我们来看看 pattern， 这大家蛮喜欢看的哈，就是说，到底跟我同血型的人，有多少？那一个是美国的，那美国呢也有分不同的种族哈，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在美国的话，看起来哪一种血型比较多？在 white 这个 population 的话是 O 型血比较多，在 black 里面也是 O 型的血型的人比较多。那 Asia 好像也是这样的 pattern。好，那我有收集到另外一本中文书，刚刚在之前有推荐给大家新编输血医学，它里面特别有把台湾跟 Japan 的情况特别把它整理出来。那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我们在台湾也是 O 型血人比较多，但在日本好像稍微不一样，他们是 A 型血型的人会比较多所以这个我想跟后续的一些捐血中心还有输用血型上面会有一些相关性所以我们也要去了解说，在不同的血型系统里面，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他们的发生的 frequency 到底是如何。好，那以上我们就透过 ABO 血型系统了解了历史，哇，它真的是在我们的输血医学里程碑里面，在1901年由卡尔来做一个发现，然后实验室怎么证明，我是什么血型？原来是透过 forward grouping and reverse grouping 细胞分型以及血型分型来加以鉴定，而且他们2个的结果要刚好相反我们拿到2笔数据，而且要相反的，来证明我们到底是哪一种 ABO 血型。希望透过今天的介绍，能让大家更了解实验室里面如何鉴定 ABO 血型。